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ex 小豹。近期有朋友们问我，小豹能不能分享些平价龟种大家都是初级玩家，你讲的那些个半水龟咱不懂也不敢接触。OK，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平价龟种中的神龟巴西龟。由于该龟种的资料泛滥，小豹就不做科普了。基本知识相信小伙伴们都可以在网上随意找到。如有疑问，欢迎留言。今天呢，小豹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龟种的传奇人生。巴西龟学名巴西红耳龟，彩龟属巴西彩龟的一个亚种。由于其活泼好动的性格、幼体艳丽的色彩以及顽强的生命力，在早期的宠物龟市场独领风骚了一把。记得在20多年前，花鸟市场和街边小贩们卖的就是巴西龟。可以说，中国宠物龟启蒙阶段就是靠着巴西龟打开市场的。目前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有多少人是从巴西龟开始入坑的？请在弹幕区扣1。当年巴西龟的价格还真就不便宜。小豹记忆中最早获知的价格是10元。在那个上海最低收入300元的年代，10元一只的巴西龟绝对称得上是宠物圈内的小轻奢了。当时作为学生的我，可望而不可及终于在我初中的时候省吃俭用入手了人生中的第一只巴西龟。买了以后还不敢带回家，就怕被父母问到价格挨骂。有过如此经历的小伙伴们赶紧扣1。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圈市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龟类渐渐地落下了神坛，直到今天被誉为烂大街的入侵物种。由于巴西龟具有食用、药用及观赏价值，早期的投资者大力养殖该龟种，部分数量流入宠物市场。因其本身强大的适应性和较高的繁殖率，让这个物种在民间的数量大增，而屡屡降低的身价又让它们变成了饲主随意丢弃的宠物。而一旦被丢弃的巴西龟到了野外环境，就能迅速适应，并且占据到食物链的顶端，这就形成了外来物种的生态危害。做过功课的小伙伴在搜查巴西龟资料的时候可能会搜到以下信息：巴西红耳龟已经被世界环境保护组织列为100多个最具破坏性的物种之一，多个国家已将其列为危险外来入侵物种之一，其中也包括中国。这就很尴尬了，朋友们，这就很尴尬了。本来是人见人爱的小宠物，转身一变成了令人唾弃的入侵物种。原本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身价10元大洋的进口洋货，变成物质富足年代几毛钱一只的烂大街货，身世何其悲惨。但是小豹想说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祸导致，不是巴西龟的错，是人们薄弱的环境保护意识导致了他们的身败名裂，遭人非议。同意我观点的小伙伴们请扣1。前一阵子有个玩家私聊我，他的龟龟生病了，向我寻求帮助。我一看是只巴西龟，结果就告诉他应该如何处理，需要购买什么药物。原本以为对待这样廉价的龟龟，对方会放弃治疗，结果他很利索的就去购买了药品，并且很细心的询问了我治疗过程中的细节。小豹很欣慰，为这位龟友尊重生命的态度点个大赞。生命不分贵贱，人性却分善恶。巴西龟作为宠物龟类中最普及的品种，也许在物种发展层面上来讲，它们是幸运的，但是在个体层面上来讲，它们又是悲哀的。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当你回到家里逗着目前市面上热门高价的名贵龟龟时，可曾想到儿时那个绿色的小精灵带给你人生中第一份惊喜时的感受？可曾想到儿时那绿色的小精灵后来去了哪儿？也许在野外，也许在另一位玩家手中，也许在天国默默地祝福着你。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小豹，我们下期再见。